今天交钥匙，正好也过来看看房子有没有什么大的损坏。我们这位班长可是忙得很，一边割草一边做验收。趁着这个机会，我想跟大家聊聊我们这些年在投资房产、出租管理方面的一些经验，既是分享，也当是个反思。首先，不要把石头拿出来，拿个很厚的。我们的投资旅程要从第一个房子说起。当时我刚在亚特兰大工作，住的是一个中国房东的出租房，2室1厅，上下2层，大概900多尺吧，也就是70-80平方米，每个月租金650块。那时候刚上班，手头紧，根本没想过买房这件事。直到有一天，一个比我大一点朋友来玩，看到小区里有房子挂牌卖，只要6万5。对，你没听错，6万5，这价格现在回头看简直像做梦一样。他说：“你这房租都够还贷款了，干嘛不干脆买一个呢？”我跟班长一听，哟，这好像还挺有道理的，于是就开始看房。我们当时目标很明确，一定要让每个月还贷的钱不要超过我们当时付的房租，也就是650左右。为了控制预算，我们干脆就买了同一个小区的一套房，也方便我们了解情况。那时候也有人劝我们说，干嘛不一步买到位，买一个独立房大房子呢？可当时那种房子价格10几20万，光房贷就得1000多，我们根本承受不起啊！而且我们买的这套虽然小，但离公司很近，比较符合我们当时的状况。就这样，我们靠每个月600-700的月供，买下了人生第一套房，也正式踏上了出租房之路。后来孩子出生，爸妈过来帮忙，2室的房子实在住不开，我们就搬到了3室的新房。因为原来买的房子在一个出租比较活跃的小区，很快就租出去了，而且那时候房价和租金也都涨了。租出去之后，房贷、保险、物业费全部都能 cover， 竟然还有现金流。我们当时一拍大腿，这事儿值。于是我们第一次成了地主。接下来老二又来了，3室的房子也不够住了，我们又搬到了一个5室的房子，这一搬又是一套变出租。我们的运气不错，房价继续涨，租金也涨，贷款利率又低，出租收入能打平所有的支出，甚至还能每年有点现金收入。又过了2年，老大要上小学了，我们对当时的学区不太满意，就又换了房，第3套也顺理成章的变成了出租房。这样我们就靠换房拥有了3套出租房，全是从曾经的自住房变过来的。现在回头看，这简直是个误打误撞的神操作。原本没想投资，只是单纯的根据家庭需要换房，结果慢慢积累了几套房产。也正因为这个过程，我意识到次住房变出租房是一种非常值得推荐的投资路径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首先，自住房因为是你自己要常住，精挑细选出来的，所以各方面条件，包括房子维护啊、地区啊、学期啊，这些肯定都不差。那么到时候出租的时候，一般都比较好租。我们自己就感觉这几套自住房转成的出租房，比单独买的出租房要好租很多。当然，这个路径的最大优势在于，我们几乎每一套房都是用自住房的贷款条件买下来的。什么意思呢？因为买自住房的贷款利率和首付条件远比投资房宽松。一般买投资房，银行会要求你首付至少25%，利率也比普通房贷高不少。但自住房最低只要5%的首付，利率也低很多。这对我们这种没有什么积蓄的普通家庭来说，简直是友好到爆。一个小贴士，哪怕你是签证持有者，比如 H1B、F1 等，在很多中依然能够享受这些自住房贷款优惠。当时我们买房的时候都是 H1B， 完全没有问题。不过现在政策有变化，部分州对非绿卡或者非公民买房要求更严了。另外，美国不像国内那样有首套房、2套房的严格认定，你只要是自住，而且真的搬进去住了，就能继续享受自住房的贷款政策。但请注意，不要钻空子假装自住而实际出租，如果被银行查出来，是属于贷款欺诈，后果很严重的。顺便插一句，很多人觉得房贷也是花钱啊，跟交房租有什么区别？但其实这两者本质上完全不一样。你交房租，钱是打水漂了，房东拿了租金，你啥都没有留下。而房贷虽然你也每个月掏钱，但是你是一边住着房子，一边给自己攒资产。怎么讲？每个月你还贷款的时候，其实有一部分是还利息，另一部分是还本金。而还的本金就相当于你把这个房子的一小块给自己买回来了，这个就是所谓的 equity 产权净值。房子你慢慢吃下来了，等到哪天你卖房，这部分就变成了真金白银。所以说，如果你不怕折腾，又像我们一样买不起一步到位的大房子，
其实可以把每次换房当成投资的一部分，在你20多岁的时候开始，一步步慢慢积累，说不定10年之后回头一看，手里已经握了几套能带来被动收入的房子。我们就是这么干出来的，没啥秘诀，就是住一套租一套，攒着攒着就成了地主了。这是关于我们出租房的第一个分享。下一次我们准备聊一下管理出租房遇到的各种问题以及心路历程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散装草台班长的散装小王。